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聊聊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2月的美股真的是兵荒马乱，极其动荡，不愧是一年之中最弱的交易季节。AI 之王英伟达昨天发布了26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再度超出华尔街的预期。然而，为何 NVIDIA 只在盘后雄起了5分钟，短暂的冲高到203美元，然后又迅速扭头向下？次日大跌5%，股价回到了184。为何定制芯片老大博通也受到牵连，单日下挫6%，AVGO 再度跌破315。反过来，我们在17号推荐的多灾多难的 SaaS 软件股票 CRM，居然在财报之后反弹到了200，被大家定性为 AI 淘汰股的 INTU，居然也有止跌反弹的迹象，从350美元缓慢复苏到380美元。这是否意味着华尔街的大资金正在秘密逃离已经被炒到天上的芯片股，转而抄底 AI 鬼故事的受害者软件公司和 CSP 云服务提供商？对于英伟达而言，到底谁才能成为拯救 NVIDIA 股价的神秘力量？本期节目，查理为大家深入分析华尔街真正的意图。股王英伟达在2月25日盘后公布了26财年 Q4的财报，表现毫无意外的超出市场预期。得益于 AI 智能体的全面爆发以及大型数据中心的持续扩建，英伟达在第四季度的总营收相比去年同期大涨了73.2%。NVIDIA 的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明确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inflection point）。AI 不再单纯是对话的工具，而是进化成了能够推理、规划并且执行具体任务的智能体。他形容目前对于 AI 计算的需求是传统计算的1000倍，并且强调算力即收入。Jensen 称，英伟达的 Blackwell 超级芯片是目前的推理之王，而今年下半年即将推出的 Vera Rubin 架构将生成 token 的成本降至前一代平台的1/10，效率爆表的同时，计算的成本正在大幅度的降低。此外，皮黄还确认，NVIDIA 将向 OpenAI 投资300亿美元。虽然没有之前传闻的1000亿那么多，但是他强调，英伟达和 OpenAI 依然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驳斥了此前关于两家公司关系降温的传闻，说那是 nonsense， 胡言乱语。对于软件的转型，他表示，你以后不再是写程序，而是训练程序。Token 生成将成为未来软件和计算的核心。大佬说话总是这么有水准，真的有高瞻远瞩的感觉。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英伟达的这份财报。只能说老黄再次证明了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在大家担心 AI 投资放缓的时候，英伟达用单季度681亿美元的营收狠狠回击了质疑，同比增长超过70%。Non-GAAP 每股收益 EPS 为1.62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1.52美元，同比增长82%，毛利率高达75.2%。这就意味着英伟达每卖出100块钱的产品，减去成本之后能够净赚75块，盈利能力极其的恐怖。对于下一个季度的营收指引，英伟达给出了780亿美元的极高预期，比华尔街的分析师预测的728亿美元还要高了7%，非常的厉害。而且这一强劲预测是在假设中国市场数据中心收入为零的前提下做出的，也凸显了全球其他地区极度渴求 NVIDIA 高端芯片的情况。如果我们把 NVIDIA 的营收按业务板块来拆分，可以看到它的数据中心业务从2023年以来持续的指数型增长，贡献了高达623亿美元的营收，已经占到公司总营收的91.4%。相对应的，游戏业务已经降到了总收入的5.4%，但也实现了同比增长47%，贡献了37亿美元的营收，主要由 Blackwell 显卡的需求推动。专业可视化业务同比暴涨159%，贡献了13亿美元的收入。这部分主要是由建筑师、工程师、电影导演和 AI 开发者对于高端图形工作站的强劲需求。在人工智能时代，英伟达再次证明了它作为全球 AI 工业核心发动机的霸主地位，不服不行啊！然而，NVIDIA 的股票为何却在今天开盘就被砸，从195美元滑落到185美元以下？直接原因当然是华尔街的大机构正在甩卖 NVIDIA 的股票。
待会查理会向朋友们展示技术面的交易细节。然而，地球人都知道，英伟达自从2023年以来，每个季度的财报都是大超预期，已经在无形之中把市场的胃口养得极其刁钻。这次也毫不例外，投资者已经提前消化了 NVIDIA 业绩翻倍的预期。除非老黄能给出数据是超越人类认知水平的外星人级别，否则仅仅是比华尔街的估值高个7%，那机构就直接当做不合格来处理。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基本上辉达每次财报之后股价都会下跌。此外，由于人工智能对于芯片需求的爆棚，HBM 高性能内存以及闪存的价格都在暴涨，已经出现了供应链短缺的现象。今天传出的消息，苹果公司已经同意付给三星电子翻1倍的钱来购买三星的内存芯片，用于生产 iPhone 17。市场担心这会挤压英伟达未来的利润空间。虽然目前老黄依然维持了75%的高毛利，但是到了2027财年，如果内存成本失控，NVIDIA 的毛利率就还有下降的风险。当然，华尔街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会玩追涨杀跌，还会来一招板块轮动。朋友们都知道，半导体芯片板块从去年4月份川普关税解放日以来，已经领涨美股10个月的时间。半导体指数 SMH 已经从去年的180美元飙涨到了今天的410美元，涨幅高达128%。而反过来，由 AI 独角兽 Anthropic 导致的 AI 鬼故事交易，使得传统 SaaS 软件股票几经腰斩。软件 ETF IGV 居然在短短4个月之内，股价雪崩了30%。要知道，绝大多数软件类股票，它们可都是在盈利的呀。虽然 EPS 增速可能从之前2年的20%、30%高增长，下降到现在的10%、15%，但是包括像 CRM、INTU、NOW 这样的优质软件类股票，他们还在给股东带来额外的利润。查理认为，英伟达财报之后，华尔街资金的出逃很可能就是板块轮动杀招的开始。各位试想一下，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机构纷纷卖掉手中 PE 高达30、40倍的芯片类股票，转而抄底被散户和私募基金割肉的 PE 只有15、25倍的软件股票，岂不是爽歪歪？到时候他们又可以炒价值投资、现金流的叙事等等，反正那帮机构分析师想怎么编故事都行，是不是？因此，查理认为，如果您手中握有基本面优秀的 SaaS 软件股票，现在其实可以再等等，等到2、3个月之后，让机构慢慢的帮你抬轿子，待资金轮动到之前被屠杀的软件板块之后，咱们再和华尔街一起跑路，岂不美哉？反正查理的 CRI 投资组合之中，软件之王微软、软件 ETF IGV 的仓位都还在啊，稳如泰山啊。再到今年8、9月份，查理准备止盈软件类股票投资的时候，也一定会和朋友们及时分享，请您保持关注。好，我们回到老大哥英伟达的走势，这是 NVIDIA 股票的月线交易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今天它的股票是放量下跌的，成交量是平时的3倍多。换句话说，机构在砸盘抛售 NVIDIA 的股票，而散户投资者正在抄底买入。对于这种情况，查理个人认为，我们不需要着急现在就抄底，而是可以在耐心的等待1周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就在1月底、2月初，NVIDIA 股价也曾经发生过阴跌的情况。当时 NVIDIA 也是从194美元一路跌到了172美元，总体跌幅为12%，用了1周多的时间。然后就是财报之前的 V 型反弹，用了3周时间，从170美元涨到了财报当天的195美元。也就是说，英伟达的基本面依然相当的稳健。如果机构不控盘，它的股价突破200美元的大关是水到渠成，自然就会发生的情况。这是查理的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 NVIDIA 股票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过去半年，英伟达一直处在高位横盘震荡，现在的价格和去年9月初基本上是一样的。虽然它在今年的 EPS 增速高达69%，但是到了2027年，辉达的 EPS 增速会大幅放缓到31%，而到了2028年，市场预计公司的 EPS 增速还将下滑到21%。到了2029年，目前的主流观点是，NVIDIA 的 EPS 将不再增长，而是比28年小幅下跌4.4%。
也就是说2年后的2028年，英伟达长达6年的增长奇迹就要告一段落啦。当然，好消息是，它已经从疫情之前市值和 Adobe、Salesforce 差不多的1000亿美元级别的精英公司，暴涨成为碾压苹果、谷歌的帝王级别的科技巨头。黄仁勋绝对是可以媲美比尔盖茨、乔布斯和伊隆马斯克的传奇企业家。短期来看，CI 系统建议我们可以等到 NVIDIA 股票回撤到180美元或者更低，再逢低抄底他家的股票。考虑到市场确实担心 NVDA 的超高 EPS 增速在接下来2年大幅度的放缓，而且辉达当前的市值已经是蓝星第一的4.5万亿美元的超大体量，我们以25到35倍 PE 的估值对英伟达股价做了测算，它在今年的合理交易范围出现在203到282美元之间。现在低于190美元的价格，确实是被华尔街刻意打压控盘的结果。当然，咱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你的大客户云平台巨头谷歌市值也才3.7万亿美元，而微软和亚麻的市值更是跌到了分别只有2.98万亿和2.22万亿美元，都快不及英伟达的一半了。并且，查理最近一直有和大家分享，云计算御三家狗软麻，再加上 Meta 这4大 hyperscaler 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做同一个动作，那就是和台积电、博通、AMD 等半导体厂商合作，开发属于自己的自研芯片，在降低算力成本的同时，寻求摆脱对于芯片霸主英伟达的依赖。那在这种情况下，NVIDIA 如果想要再往210美元以上突破，就必须要美联储开启水龙头，新的美元流动性汹涌的时候，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而现在，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要等到5月底才上任，而美联储今年的第一次降息更是需要等到6月份之后。市场上的现金其实现在是不够充裕的，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认同查理的观点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有趣的是，英伟达财报之后的大跌，居然还牵连到了 ASIC 定制芯片霸主博通的表现。可以看到，AVGO 今天跌的比 NVDA 还重，盘中一度跌破309美元。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放大到1年的尺度，会发现博通的情况可能比英伟达更糟。可以看到，AVGO 的股价在2025年12月10日达到阶段性的顶部412美元之后，过去的2个半月，它的趋势有点横盘加上阴跌的味道。然而，查理认为在309美元以下抄底 AVGO 做小仓位短线套利交易是安全性比较高的操作。这当然是因为博通的定制芯片业务，它的势头依然很强劲。路透社今天报道，博通公司预计到2027年，基于堆叠设计的芯片销量将至少达到100万颗。AVGO 的技术突破在于将2颗芯片垂直堆叠并紧密绑定，极大地提升了数据传输速度。博通的工程师正在研发由8组芯片组成的超级堆叠结构，在提供更强算力的同时，显著降低能耗。博通的3D 堆叠芯片，首个客户已经确定是来自日本的富士通，目前正在测试2纳米加5纳米的混合工艺芯片，预计今年年内开始量产。一旦工艺成型，博通的2个顶级大客户谷歌和 OpenAI，他们的订单都还在排队呢。公司透露，其累计积压的 AI 订单已经突破了730亿美元，而亚马逊也将加大对于博通定制芯片的采购。然而，对于 AVGO 的股票，CI 投资系统比英伟达的仓位更加保守。考虑到博通的 EPS 增速在2028年之后也有大幅度放缓甚至降低的可能性，系统认为我们最好把 AVGO 股票的仓位控制在总资金的7%以内。而且，考虑到博通这半年都是震荡行情，现在最合理的操作是做小仓位、快进快出的短线套利交易。可以看到，虽然 AVGO 的 EPS 年增速这2年也分别高达50%和40%，但是由于过去3年博通的股价基本上是呈45度角直线上涨起来的，导致它的强支撑要到200美元以下才有，比市价低了30%以上，还是有风险的。因此，查理的 CI 投资组合目前没有持仓博通，在这里也和大家说明一下。这是今天美股市场的盘面，可以看到跌得最重的股票集中在半导体板块，英伟达、博通、美光都单日大跌3%以上。
而之前被抛售的软件巨头微软 Meta 今天居然收绿了，非常令人感动。此外，金融板块的龙头伯克夏哈撒韦、摩根大通和 Visa 今天都有不错的反弹行情。如果我们看标普500指数的走势，会发现大盘还是在6900点做高位震荡，并没有突破7000点，做持续向上创新高的爬升动作。然而，查理有个好消息给大家，CI 系统目前认为标普和纳指很可能在第二季度开始实现和去年解放日之后比较类似的缓慢上涨的走势。原因有2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张图显示了截止到2月26日，华尔街的机构和散户投资者的持仓变化。可以看到，机构持有美股的比例已经从今年年初的91%大幅下滑到了现在的70%。也就是说，华尔街已经攒下了足够的弹药，一旦发现指数有冲高的走势 ，CTI 自动化买盘就有可能大举买入美股，从而推高标普500、纳斯达克100指数再创新高。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绝大多数公司完成了2025年第4季度的财报，2026新一年的营收指引已经新鲜出炉啦。那好消息是，标普500指数在2026年的 EPS 还将有上行的趋势，这就使得标普500当前的 EPS 每股收益和未来1年的 EPS 收益预期的比值，也就是我们这个蓝色方框里的数据，今年第一次出现了下跌，从2月23日的98%下调到了今天的80%。简单点说，就是标普的 earnings 净利润预期已经开始显著的上调，这就使得标普500变得比以前更有性价比，它的前瞻 PE 开始降低了，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接下来几个月，标普500指数、ETF、SPY、VOO、SPYM 乃至纳指100指数 QQQM 的价格都会随着 EPS 的上调而缓慢的增长，这绝对是牛市的信号，表明至少在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美股在曲折中震荡，在震荡中向上爬坡。我们散户投资者现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拿好了手中的优质股票，坐稳扶好，静待春暖花开，迎接夏天的火热行情。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月26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之前一样 ，CI 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持仓比重保持在95%，把剩下5%的资金放在超短期美债 USFR、SGOV 或者 SHY 中。在指数层面，标普500、纳斯达克以及科技类指数都超过了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芯片股，分别是辉达、博通和 AMD， 他们的买点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交易，依然稳稳的持有微软、Meta、科技指数 IYW 等优质投资标的，期待着他们走一个均值回归，给我们带来超额收益。那目前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依然是微软占比51.6%，Meta 占比14.4%，科技指数 IYW 占比11%，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6%和亚马逊占比7.4%。和往常一样，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你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 投资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认为股王英伟达何时才能上210美元，创造历史新高？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操盘愉快，身体健康。下期节目查理将带来 CRM、INTU、Netflix 的更新，敬请期待。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